清晨5点半，一行人来到古关七雄的老莫波金加山，但对其中一人来说，这趟旅程其实已经晚了5年。在登山口的标识牌前拍完合照，一行人旋开头灯，光束划破了尚未苏醒的森林。今天，他们要挑战的是人称坡真陡的波金加山，一条以连续陡上闻名的考验之路。凌晨的空气冰冷刺骨，但大伙的对话却充满热度。从头灯的流明数、电池型号的选择，到外挂电池盒的轻量化优势，这些看似琐碎的装备讨论，正是山友间最熟悉的默契。每一项装备都承载着过去的经验与对未来的准备。步道从一开始就毫不客气，稳定的坡度持续向上，尽管气温偏低，持续的攀登很快就让身体热了起来。队员们开始停下脚步，脱去多余的外套。一位队员笑着说：“本以为会很冷，没想到才走一小段就满头大汗。”身体的热气在冷空气中蒸腾，化为一团团白雾，在头灯的光束下清晰可见。队伍的配速不快不慢，踩着自己的节奏。有人体能极佳，把这段陡坡当作暖身；也有人开始感受到大腿的燃烧，开玩笑说已经想回家了。这就是登山，每个人的身体都在用最诚实的方式与山对话。对于那位5年前未能走完的队友来说，此刻的每一步都像是对过去的回访。相同的路径，不同的心境。身旁的伙伴们一边互相调侃着谁的体力最差，一边又自然地放慢脚步，确保每个人都在视线范围内。黑暗中，时间感变得模糊，只有不断向上的路感和喘息声是真实的。随着海拔缓缓爬升，他们知道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波金加山最具代表性的石铺地形，那也是真正严峻考验的开始。凌晨的林间，头灯光束划破寂静，他们正走进波金加，迎接黎明前的最后一段陡升。步伐踩在松软的土径上，沙沙作响，这是黑夜中唯一的节奏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攀登，队伍来到一处稍作喘息的平台。疲惫是真实的，但伙伴间的默契让这份疲惫也变得温和。有人从背包里掏出巧克力，这是山林里最受欢迎的能量补给，冰凉而坚硬的口感在寒冷的清晨融化，迅速补充着流失的热量。队员们笑谈住，回忆起上一次走这段路时，最后那看似无尽的陡坡是如何让人走到崩溃。这些共享的记忆是登山者之间无需言说的连结。然而，一位伙伴的状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他的背后热气蒸腾，厚实的外套早已被汗水浸湿。显然，出发前对气温的判断有些失误，被新闻预报的清晨最冷给误导了。大伙七嘴八舌地关心着，笑说他穿得太暖，汗水中的电解质都快流光了。这份善意的调侃冲淡了高强度运动带来的不适。就在这时，东方的天空悄悄起了变化，深蓝色的天幕从地平线处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鱼肚白，光线穿透林木的缝隙，虽然微弱，却足以让眼前的路径清晰起来。头灯可以收了，有人轻声说，这句话像是结束一个篇章的仪式。队员们纷纷关掉头灯，让眼睛适应自然的光线。周遭的景物从光束限定的圆圈中解放出来，展现出完整的轮廓。日出了，森林正在醒来。短暂的休息结束，队伍重新启程。有人提醒大家，按照自己的节奏走，不必追赶。在山上，保持稳定的呼吸与步伐，远比速度更重要。随着天色渐亮，脚下的路况也愈发明朗。伙伴们聊着各自习惯的登山鞋，聊着那些曾经走过的山景，每一步都踏实地感受着与土地的连结，继续朝着棱线的方向缓步前进。结束了短暂的平缓路段，真正的考验正要开始。呼吸变得沉重，身体的疲惫却意外点燃了话匣子。对资深的山友来说，每一次上坡都是与自己的对话。他们聊起平日的自主训练，从焦山的圈数聊到燃烧脂肪的效率。在他们口中，汗水不只是消耗，更是累积肌肉、挑战极限的勋章。山径漫长，话语成了最好的补给。一位队员曾是赛道上的追风车手，在中国的锦标赛中争夺荣耀。他分享出团队合作的重要，以及急速过弯时那份需要绝对专注的孤独。而另一位队员则曾是撞球桌前的半职业选手，代表城市出国比赛，甚至击败过世界冠军。那些关于天赋、叛逆与抉择的往事，随着喘息声回荡在山林间。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，此刻在同一条山路上交汇。他们都曾为了热爱而刻苦练习，也都在人生的转弯处选择了另一片风景。走了2公里，疲惫感开始堆积，前方的路途似乎没有尽头。一阵细雨忽然飘下，为闷热的林间带来一丝凉意。队员们熟练地穿上雨衣，脚步没有停歇。就在此时，一只娇小的山羌从林中窜出，好奇地张望，为这趟艰辛的旅程增添了意外的惊喜。眼前出现了需要拉绳的陡峭岩壁，
这是通往棱线前最磨人的一段，队友之间互相打气，玩笑话语间是对彼此的信任与鼓励。终于，里程来到3公里，距离今天的目标只剩下最后的800公尺。他们调整呼吸，准备迎接最后的挑战。第4章，无尽的陡上，只剩最后200公尺了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波金加山的无情陡上才正要开始。离开相对平缓的林道，真正的考验席卷而来。路径收窄，坡度骤然拉升，队伍的喘息声在安静的森林里变得清晰可闻。心跳加速，汗水浸湿了衣襟。才刚完成第1座山头，身体却已经感受到明显的疲惫。这就是波金加用最直接的方式给予攀登者一场震撼教育。沿途的路况崎岖，盘根错节的树根与大小不一的石头构成了一道道天然的阶梯。队员们时而需要手脚并用，急住绳索的力量向上攀爬。当指标预告住距离3角点越来越近，前方却又冒出一个新的山头，那种视觉上的绝望感几乎要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给磨光。这200公尺大概是玉山东峰的等级吧。队友们用过往的艰苦回忆互相打趣，试图用笑声稀释乳酸堆积的酸痛。穿过被山友戏称为猫梯的木梯段，视野短暂开阔，远方层层叠叠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一抹秋日的枫红点缀在苍翠之间，成为这段艰辛路程中最温柔的慰藉。短暂的惊叹过后，又是新一轮的攀升。他们互相提醒着调整呼吸，稳住步伐，因为每个人都清楚，在山上最可靠的伙伴就是身边的彼此。翻过去就到了，这句话像一句魔咒，在队伍中不断重复。终于，在一次近乎垂直的拉绳陡上后，前方的光线豁然开朗。波金加山海拔1772公尺的3角点就在眼前，队员们发出兴奋的欢呼，疲惫的脸上绽放出最真实的笑容。他们做到了。站在3角点的巨岩上，环顾四周，壮丽的景色是这趟苦行最好的回报。远方的白姑大山在云海中探出头，另一侧的马仑山、八仙山棱线清晰可见。群山环绕的辽阔视野，让先前所有的疲惫与抱怨都烟消云散。大家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，想将自己与这片美景永远定格。时隔4年再度造访的队员更是感慨万千。他们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，互相调侃，分享食物，用笑声庆祝这次的成功登顶。尽管嘴上说着下次再也不来了，但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早已为下一次的启程埋下了伏笔。短暂的休息与补给后，队伍即将迎来下一段挑战，往乌俄尾山的方向继续前行。双腿已进入机械式的摆动，疲劳感逐渐堆叠，但前方湿滑的陡坡才正要开始考验他们的意志力。第5章，无尽的之字路。离开前一个休息点后，队伍持续朝着大雪山游客中心的方向前进。连续数小时的行走让身体的能量逐渐消耗，步伐也不再像起初那样轻快。踩在厚实的落叶上，每一步都需要更专注，以应对藏在底下的树根与湿滑的泥土。林间的雾气时而浓厚，时而散去，阳光难以穿透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凉的诗意。在这样单调却又需要高度专注的环境里，疲惫感最容易找上门。然而，对这群伙伴来说，对抗疲劳最好的方式就是永不停止的玩笑话。他们聊着当初是如何诱骗彼此走上这趟旅程，回忆起过去在古关七雄、在八通关古道上的种种经历。那些曾经的抽筋与汗水，如今都成了嘴边最有趣的冒险故事。这些看似不住边际的对话，像一颗颗能量糖，悄悄地为彼此补充着精神力。路径开始变得更加崎岖，时而需要手脚并用，跨越巨大的倒木，时而得抓紧一旁的绳索，在陡峭的土坡上寻找稳固的踏点。一名队员的背包肩带似乎有些松了，但轻量化的行囊让他暂时无需担心。他们更关心的是，前方何时才能迎来一小段平缓的路，穿过一片被称为杜鹃岭的区域。尽管季节不对，未能见到花开成海的盛况，但看着枝头上饱满的花苞，庞福已经能预见来年3月的缤纷。山林总是用这种方式悄悄地许下一个再访的约定。偶尔，林间传来细微的声响，大伙便会停下脚步，笑谈着是不是遇上了山中的小偷黄喉貂，或是在雾中出来散步的地质。这些想象中的偶遇，为漫长的徒步增添了无限的趣味与期待。里程木桩上的数字缓慢地增加着，从 1.4 公里到 3.3 公里，每一步都扎扎实实。体力正在被消磨，但队伍的凝聚力却在同步上升。有人帮忙拨开挡路的枝叶，有人出声提醒脚下的湿滑。他们知道终点就在不远处，那里有热腾腾的泡面和冰凉的饮料在等住。这份共同的渴望让脚下的路似乎不再那么漫长。最陡峭的路段已经踩在脚下，但接下来的每一步却是对意志力更漫长的煎熬。结束了让人心跳加速的连续爬升，队伍终于踏上相对平缓的林道。
海拔的攀升带来了空气的变化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高山独有的清新。路旁一架由太阳能供电的生态摄影机安静地守候着，庞福是森林的眼睛，记录住台湾黑熊与其他野生动物的神秘踪迹。这段路途虽然平缓，但长时间的行走正一点一滴地消磨住大家的体力。指标上小木屋的字样成了此刻最振奋人心的目标。阔叶林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，队员们停下脚步，试图从一块倒木上寻找那记忆中熟悉的桂木芬芳。终于，他们抵达了途中的休息站。自动贩卖机伫立在山林间，庞福一座闻名世界的孤岛。对登山者而言，这里的每一罐运动饮料都是无上的甘泉。大伙围在机器前，笑闹着讨论该投下哪一罐。这短暂的补给时光冲淡了身体的疲惫。队员间的玩笑话是比任何能量棒都更有效的补给品。休息片刻，话题自然地转到了未来的挑战。有人提起了冬季的大小坝，那冰雪覆盖的险峻路线，立刻引发了关于冰爪与冰斧的热烈讨论。从6爪到10爪的选择，再到确保绳的重要性，这些看似闲聊的对话，却透露出他们对山林敬畏与充足准备的专业态度。他们深知，每一次安全的攀登都建立在这些细节之上。旅程继续，步伐变得有些沉重。一位队员的体力明显下滑，开玩笑说着想撤退，却被队友们用笑声与鼓励的话语推着前进。这就是登山的日常，在互相扶持与偶尔的抱怨中，一步步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挑战。林道上，巨大的蕈菇与奇特的树瘤都成了转移疲劳的惊喜。有人开玩笑说挖到了价值连城的松露，引来一阵欢笑。疲惫时，任何微小的发现都能成为前进的动力。随着海拔来到2100公尺，一位队员看住手表，心率稳定在92，这是他刻意控制配速的结果，以陪伴体力消耗较大的同伴。另一人的心率则维持在117，真实反映着身体的负荷。在山上，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，远比追求速度更加重要。前方的人造阶梯与临到终点的标识逐渐清晰，游客中心就在不远处。那晚在心中想念已久的热腾腾的泡面，庞福已经能闻到香气。最困难的部分确实已经过去，但这段漫长的林道，磨练的从来不只是体力，更是那份坚持到底的意志。告别了雪山圈谷的壮阔，一行人回到了大雪山游客中心。热闹的气氛冲淡了高山上的疲惫与寒冷。在三角点的合照，山顶的热石都成了此行最珍贵的记忆。回到文明的边界，大伙儿像是充饱了电，精神都来了。在门口互相拍照留念，山友们的热情与创意总能在不经意间为旅程增添许多欢笑。短暂躲进温暖的室内，补充热量，也为接下来的行程做最后的确认。为了节省体力，也为了体验不同的下山路径，大家选择搭上公车前往35K 的收费站。这段被队员戏称为作弊的路程，却也成了一段难得的悠闲时光。车窗外，大雪山林道蜿蜒向前，阳光偶尔穿透浓密的树冠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路面湿滑，看得出不久前山区才下过雨。队员们在车上轻松地聊着天，讨论着等等要步行的8公里路程究竟需要花上多少时间。欢声笑语间是对彼此体力的调侃，也是对这趟旅程的享受。公车在35K 收费站旁停下，踏出车门，海拔2000多公尺的清新空气迎面而来。这里就是他们下一段徒步的起点。大伙在凉亭稍作整顿，检查装备，补充饮水。有人差点把登山杖忘在休息区，幸好及时响起，才免去了喷装备的窘境。这些小插曲都是登山日记里真实而有趣的一页。准备就绪，队伍正式出发。这段林道平缓好走，两旁是高耸的树木，走起来格外惬意。秋意染上了枝头，一片落叶引起了大家的讨论。究竟是3峰还是5期？仔细观察叶片的裂片数量，成了行进间的自然课。这不仅是走路，更是一场与山林的深度对话。愉快的步伐伴随着轻松的闲聊，他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每一步都踏实而满足。第8章，公路上的前奏曲。柏油路面取代了泥土山径，这段漫长的前奏是通往乌欧尾山前一段最不像登山的登山之路。告别了游客中心，队伍沿着大雪山林道继续前进。平缓的路面让紧绷的肌肉得以舒缓，也让大伙儿有了闲聊的余裕。话题从下次海外旅行的购物清单聊到各种有趣的登山经验，轻松的笑谈声在宁静的山林间回荡。此刻的步伐是惬意的，心率维持在平稳的区间，甚至连水壶里的水都没有减少太多。阳光偶尔从林木的缝隙间洒落，温暖而不炙热，晒在背上，刚才累积的湿气也渐渐散去。有人回望来时路，游客中心的红色屋顶已经缩小成远方山腰上的一个色点，而层层叠叠的壮阔山峦正无声地展现着属于大雪山系的气魄。这段长达数公里的公路，
对于曾经徒步走过的人来说，是一段漫长而磨人的记忆。但今天有了交通工具的辅助，这段路途成了一趟悠闲的景观之旅。大伙开着玩笑说，若将这段车程记入轨迹，恐怕会创下难以置信的移动速度记录。沿途的风景不断变换，一株提早转红的枫树在满目苍翠中显得格外亮眼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当队伍来到横跨山谷的蓝色铁桥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。这座桥不仅是路途中的重要地标，也是一个绝佳的展望点。远方的山谷云雾缭绕，仿佛预告住高海拔山区多变的天气。请路过的热情山友帮忙，队伍在桥的两端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镜头里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轻松的笑容，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段悠闲的公路漫步即将结束，真正的挑战就在不远处的登山口等住他们。短暂的停留过后，队伍再次启程。前方的路依然平坦，但空气中似乎多了一丝令人期待的氛围。乌峨尾山，我们就快到了。第9章乌峨尾山北段的考验。车声在身后远去，他们转进一条原始小径。乌峨尾山北段，一场纯粹的陡上考验从此刻正式展开。告别平坦的林道，步道从第一步起就毫不客气，以盘根错节的树根与厚实的松针腐叶为这趟行程定下基调。林间光影斑驳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。伙伴们的闲聊话题从摄影装备的低温耗电一路聊到通勤的公车班次，轻松的氛围在队伍间流淌。随着持续的爬升，太阳逐渐露脸，暖意驱散了清晨的凉意。队员们也陆续停下脚步，脱去身上的风衣外套，身体开始发热，心跳也微微加速。这是身体正在适应山径节奏的信号。路径在茂密的林间蜿蜒，时而穿梭在比人还高的建筑丛里，时而又的手脚并用攀上由树根构成的天然阶梯。对于经验丰富的他们来说，寻找更有效率的捷径似乎成了山野间的一种默契与乐趣。一个陡峭的之字坡，总有人能慧眼识出那条可以直线切上的瘦径，省下几步路的距离，也省下一些时间。不久，队伍来到一处岔路口，指标的右方通往今日的其中一个目标乌峨尾山北峰。一场关于路程时间的趣味争论随即展开。来回5分钟吧。不用了，3分钟就够了。我看跑快点1分钟就到了。伙伴们的笑语为这段小小的加码行程增添了几分期待。通往北峰的路径不长，仅约100公尺，却是一段扎实的陡上。大伙拉着绳索，踩着坚实的土石，不到2分钟便抵达了这座隐身在林间的三角点。小小的山顶腹地不大，却挤满了成功达阵的喜悦。队员们轮流与刻着乌峨尾山北峰的基石合照，为这趟旅程轻松写下第一个里程碑。有人是第一次到访，有人则是就地重游，不变的是登顶时那份发自内心的笑容。短暂停留后，队伍原路返回主步道，继续朝着乌峨尾山前进。剩下的路程依然不轻松，脚下的路况从松软的腐叶土逐渐转为更具挑战性的岩石地形。在一个开阔的平台，大伙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息，卸下背包，补充水分与食物，体力在交流与分享中缓缓恢复，准备迎接接下来最后的攻顶之路。这条路没有尽头，只有不断延伸的泥泞与树根，每一步都是身体与山林最直接的对话。旅程从一段湿滑的陡下坡开始，队员们拉着绳索，小心翼翼地将重心放低，脚步在松软的泥土上寻找着力点。队友间轻松的谈笑声化解了地形带来的紧张感。有人开玩笑说，等到了平缓地带就要一路狂飙，却又被提醒，开车接驳的伙伴还得靠它，飞太快也没用。这就是他们的默契，在山林里，速度从来不是唯一目标，伙伴们的节奏才是。穿过密林，路径转为平缓，但挑战并未结束。地面铺满厚厚的落叶，底下藏着湿滑的泥泞与盘根错节的树根。队伍在竹林间穿梭，阳光被高耸的竹子筛成温柔的光斑，洒在他们身上。一块告示牌出现在岔路口，提醒登山者评估自身体能与装备。他们相视一笑，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什么都不够，但脚步却没有丝毫犹豫。只要天色尚早，只要伙伴在旁，前方的路就值得继续探索。队伍的节奏被一位迎面而来的独行山友打断。这是一位独自挑战东卯山的女性，准备从里冷下山，再走回停车处。她的出现让队员们感到惊讶又佩服，大家自然地停下脚步，热络地讨论起路线的可行性。从里冷到德弗兰步道，再到东南岭，地图在他们的脑海中展开。这场短暂的相遇，不仅是路线的交流，更是对山林热爱者之间那份独立与勇气的相互致意。告别了独行山友，他们继续前行，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脚下的装备。越野跑鞋在这种混合地形上的磨损率极高，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。有人分享出自己半价买到速度5代的喜悦，有人则觉得某些鞋款会让小腿不适。他们聊着不同品牌的特价时机，
如何在性能与荷包之间找到平衡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对话，却是山行者最真实的日常。每一双被磨平的鞋底都刻画着一段段山林的记忆。路径的样貌再次改变，平缓的土路消失，取而代的是崎岖的岩石区。队伍的速度慢了下来，登山杖敲击石块发出清脆声响，每个人都专注于脚下的3点不动1点动。他们时而手脚并用，击住树干或岩壁的力量向上攀爬，时而侧身穿过狭窄的石缝。前方的队友会不时回头，伸手拉一把，或是出声提醒下一个踩点。团队合作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。森林深处，光线变得幽暗，空气也更加湿润。巨大的枯木横亘在路上，成为天然的路障。他们跨越倒木，踩着湿滑的树根前进。蓝色的背包在深绿色的林间格外醒目。长时间的行走消耗住体力，但没有人停下。他们跟随着彼此的背影，脚步虽疲惫，却依然坚定。在无尽的林海中，伙伴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方向指引。队员提议稍作休息，等一等后方的伙伴，让这趟没有终点的旅程多了一丝喘息的温暖。双腿的疲惫感逐渐累积，但前方还有数个山头等住他们。这趟乌冬纵走正进入最磨人的连续陡上路段，踩着松软的落叶与盘根错节的树根，一行人持续在林间向上推进。阳光穿过树梢，在步道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这是山林给予的温柔，却也无法完全抚平乳酸堆积带来的酸胀。走了将近1个小时，疲惫感开始在队员间蔓延。有人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坦言自己有些走不动了。短暂的休息是为了储备挑战下一个陡坡的能量。乌冬纵走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只给你单一的上坡。翻过一个山头后，紧接而来的便是一段需要谨慎应对的急下切。伙伴们放慢脚步，将重心压低，踩稳每一步，将这段下坡当作是另类的散步与休息。队员们的闲聊从脚上的越野鞋聊到网络购物，这些稀松平常的话题成了对抗疲劳最好的分心剂。他们开着玩笑，仿佛只要对话不停，向前的脚步就能获得源源不绝的动力。途经一处崩塌的，原本的路径已经消失，他们只能依循住前人开出的新路径下切绕行。虽然路况变得更加原始崎岖，但这正是终极山的日常，总有预料之外的挑战在等住你。随着海拔爬升，林相也开始变化，队伍逐渐接回东卯山的主干道。就在此时，西侧的展望忽然开阔，连绵的山峦在午后的阳光下清晰可见。古关七雄的棱线在远方展开，壮丽的景色瞬间洗去了他们累积已久的疲惫。远方的电塔标示着东卯山3角点的方向，目标就在眼前，给了队伍一剂强心针。然而，最后的考验才正要开始。通往东卯山顶的是山友口中最经典的魔鬼上坡，这是一段毫不留情的连续爬升，每一步都考验着意志力。队员们调整呼吸，手脚并用，在乱石与树根间奋力向上。有人开玩笑说想折返，却也只是说说而已，因为他们知道最美的风景总在最艰辛的路途之后。终于，当他们攀上最后一段乱石坡，熟悉的木造平台与反射板映入眼帘，他们成功了。午后3点的阳光温暖和煦，天空前进的没有一丝云，远方的山景一览无遗。一行人站在东卯山顶，吹着凉爽的山风，俯瞰着自己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棱线，所有的疲惫都在这360度的无敌展望中化为了满满的成就感。告别山顶的360度环景，旅程尚未结束，回家的路每一步都需更加专注。攻顶的兴奋感逐渐转为沉稳的满足，队员们收拾好心情，踏上归途。上山时的陡峭，此刻成了下山时对膝盖的考验。视角从开阔的天际线重新收回至脚下的每一步，路径在密林中穿梭，阳光透过枝叶筛落，在布满落叶的小径上形成斑驳的光影。与上山时的喘息不同，下山的路安静许多，只听得见脚步踩踏在泥土与碎石上的沙沙声，以及偶尔与山友错身时一句轻声的借过谢谢。这是属于山林间陌生人之间最温暖的默契。从岩石裸露的棱线到柔软的松针地毯，东卯山的步道展现出它多样的面貌。队员们的步伐轻快，但专注力丝毫没有放松，紧抓着绳索，小心翼翼地通过每一个高低落差。连续下行了数小时，疲劳感开始悄悄堆积。大家找到一处较为平缓的林间空地，决定短暂停歇，休息一下，换个电池。这是补充能量，也是调整心态的关键时刻。在最后一段路前，短暂的补给，是为了更有余裕地完成这趟旅程。重新启程，最后的冲刺开始了。脚步虽然有些沉重，但看到登山口的指标时，所有人都再次振奋起来。当队伍终于走出林道，回到熟悉的产业道路时，阳光洒在脸上，温暖而真实。回头望向那片刚刚走出的葱郁山林，
一种扎实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查看手表，从起登到复归，将近11小时的跋涉，身心都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洗礼。今天的东卯山有着壮丽的云海、刺激的攀岩地形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伙伴们一路上的欢声笑语。每一次的登山，不只是征服一座山头，更是与自己对话、与自然共处的过程。旅程在此画下句点，但山林的呼唤从未停歇。我们下座山再见。